使用 Canva 编辑平台，轻松打造各种图像、短视频或沙雕动画，功能强大且易于上手。在这个影片中，我们将透过专题式制作的方式，介绍 Canva 的 AI 功能和动画编辑工具。透过实际操作的演示，操作者可以将系统功能和操作过程进行融入与理解，并内化为应用的基本能力。短视频或沙雕动画是一个在极短时间内展现完整概念的形式，无需过于复杂的人物和故事情节。可以使用 Chat 等工具生成大纲脚本，但是要创作出真正有亮点的脚本，还需要人类的创造力和思考。这次要演示的短视频，影片预计长度为30秒左右。人物设计为盘坐的小道士和文字，场景以淡色系或渐层的背景为主，这样人物间的动画过程会更加清晰。故事主要描述小道士因为文字的骚扰而产生的一连串有趣反应。下面我们为大家分享使用 Canva 制作短视频流程。第一步，用 AI 魔法媒体工具或元素创建角色。登录 Canva 账户，进入设计页面。选择行动影片，建立一个空白的设计。启用 AI 魔法媒体工具，首次使用请开启最左侧功能表9宫格应用程式图示，滑动卷轴在采用 AI 技术找寻一个魔法媒体工具。教育版每个月有500点可以公会化，免费版则是一次性给25点。启动过的应用程式之后会出现在最左侧工具栏的下方，让使用者更方便再次使用。接下来，生成小道士人物角色，在描述栏加入生成的形象，如一个梳着发髻、穿着补丁道袍的可爱小道童，盘腿坐在蒲团上。设定样式，可以点选查看全部，自己任选一个，因为我们制作的是短视频，宽高比则选择直视，然后就可以点选产生影像。接下来系统会产出4张图片供你选择，在工具属性栏的最下方会出现点数使用情形，生成图形只使用掉1点的点数。在挑选图像的部分，可以在编辑视窗栏新增成4页空白的页面，将4张图片分别拖移到这4页空白页，并且设为背景，这样会有比较好的视觉判断。同时系统也会自动将用的图像自动上传到使用者的 Canva 的储存空间。如果生成图像不符合，你可以选择再产生一次，或修改提示词来创建符合自己需求的图像。选定人物后，接下来就将这个角色独立出来。Canva 编辑规则就是当你选择物件或元素之后，在上方的工具列以及左侧的属性功能栏，会出现物件相关的所有编辑功能。点选选定的小道士图像，然后点击编辑照片功能，启动魔法工作室的背景移除工具。如果已经设为背景的，点选右键，分离图片背景，就可以产生一张可以移动的人物图，调整大小及位置到页面适合的空间。另一个主角，小文，我们则透过 Canva 的元素资料库来产生。点选左侧功能表的元素图示，在最上方的搜寻元素框，输入文字后，按下确定键，然后选择图像列中的查看全部，然后选择一只文字当主角。拖移到主画面之后，调整为适合的大小。第二步，制作样本画面。设定背景，点选整张画面，再点上方工作列及加上背景的颜色。可以点选照片颜色的调色或相近的渐层配色，会让画面配色更舒服。设定动画。为了营造小文造成干扰的氛围，想让小文先从右边飞到左边，再从左边飞到右边，我们复制这只小文，然后移到左侧，然后将左侧的小文点选翻转，底下选水平翻转，就会面向主角这个方向。接下来绘制小文的飞行路径，点选右侧小文，然后选择上方的动画，在左侧的属性栏，点选有小蜜蜂的建立动画图示，按着滑鼠左键不放，
拖曳出小纹优美的飞行曲线。同样的方式，我们也将左侧的小纹做同样的处理，一样拖曳小纹优美的飞行曲线。为了让画面看起来只有一只小纹，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出场顺序的设定。点选右侧小纹的更多功能，点选显示时间，这时在影格中会出现小纹出现的时间。我们让左右侧的小纹各出现 2.5 秒，点击右侧的文字让显示调为右侧0到 2.5 秒，使用滑鼠点左侧的文字将文字动画的影格，将左侧的文字缩为 2.6 到5秒，这样就可以用拖曳设定它们出现的顺序与时间。设定完成到旁边点一下，取消显示时间，然后试着播放一下效果。如果一切顺畅，我们就来复制其他的场景。如果有预期会重复出现的视频元素，也可以先行制作，例如眼睛左看还有右看，只要使用搜寻一个看右边眼睛的元素拖曳过来，复制后使用水平翻转的功能，就能够出现另一组向左看的眼睛。第3步，复制影格。由于我们预计制作30秒的短视频，而预设每一格画面的时间是5秒，影格的时间我们不做更动，而是复制，将滑鼠移到第一个影格。点选出现更多功能，我们选复制一页，同样的方法复制2次，就有3页15秒的时间。接下来编辑第3页细部的设定。前3页规划为从心情平静逐渐到受到影响，我们在第3页后再加上一对跟着文字看的眼睛。点选元素，我们将眼睛设定为跟文字开始的方向相同，先放看右边的眼睛，再放左边的眼睛。由于后面贴上的图层会盖住上一个图层，所以动画只要设定半左边的眼睛图示显示时间设定为 2.6 到5秒的时间出现，就会出现着从右到左盯着文字的眼神。最后将在此页复制成为后3页，这样总共就有6页30秒的长度了。这部短视频的主架构就完成了。第4步，编辑个别影格。第4页起，我们做心情的改变，从元素中选取怒火，拖曳到第4影格，点选后显示时间，让它也从 2.5 秒以后出现，并且设定动画效果，显示情绪的改变。第5页，我们的设计呈现成怒火不断飙升，调整一下大小，动画设定为闪烁或重踏。最后一张，我们来营造出主角的反击，在示范中们添加一个爆炸的元素，选择动态的图示，然后拖曳到编辑区。这时要设定图层的前后，点选图示后，按滑鼠右键，选择图层，将图示后移，将人物的图层顺序调整为符合常理。最后我们点选显示时间，利用拖曳的设定，将爆炸元素设定到小纹飞来的时候，并且修正这一页小纹的动画轨迹，当遇到元气弹的时候就往下坠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各页面再加上一些元素及效果，让画面更丰富。到此，短视频画面的部分就完成了。第5步，添加背景音乐。最后加上音讯效果，在元素中找到蚊子飞行的音讯，试听后，将选定的声音拖曳到影格的下方，调整完成后，将声音复制到各影格，并于各页面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。特别是最后一格，我们将文字的声音开启显示时间选项拖曳只放在前半部，后半部则放置结果的音效。设定完成后，一定要再预览一下成果，再做修正。完成后，同样导出您的视频成 MP4 档，您可以将其下载到您的电脑上，或者将其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上。结语：我们在这集中继续介绍了 Canva 应用程式中的 AI 工具、动画的编辑设定、时间顺序以及图层的概念。透过专题制作的过程演示，相信你也能了解如何利用 Canva 来制作短视频。总的来说，最困难的还是概念的发想。有了好的想法，只要能善用 Canva， 就可以帮助您完成有趣的短视频设计工作。